2年半前，天上决定打造一个生态蚂蚁缸。既然是原生态，那自然是少不了泥土了，还有植物和其他微生物。这个生态缸不只适合养蚂蚁，还可以养西瓜虫。那么怎么做呢？和养鱼一样，大部分人是从小缸慢慢升级到大缸，观赏性增加的同时，制作和维护的难度也会增加。天上花重金整了这个1.2米的鱼缸，首先在底部铺上陶粒，这是一种很轻的材料，方便吸水排湿，避免土壤太潮湿，从而产生霉菌。接着铺上一层隔离网布，然后铺上一层吃烧烤剩下的木炭。木炭可以吸收一些水中的有害物质，对小蚂蚁的以上安全更多的保护。因为天上的蚂蚁喜欢挖土，最后加上院子里挖来的82年的自然土。有的蚂蚁喜欢沙子或者烂树叶，那就给它们铺上它们喜欢的材质，简单的用手平整一下，制作出一个山谷的感觉。接下来开始装饰植物，添加一些水族馆捡来的没人要的沉木和一些石头，还有野外挖来的一些小野草和小苔藓。蚂蚁们经常喜欢在石头旁边筑巢，可能它们觉得这石头是非常坚硬的天花板，会给它们带来安全感吧。红配绿赛狗屁，天上在上面撒了一层红色沙子，搭配上绿色的植物，这样看起来更像红色峡谷。一个生态蚂蚁缸就做好了，下一步就是喷水保湿。天上一般都是用自来水，如果你们当地的自来水水质不好的话，那建议是用雨水或者纯净水。小水壶一喷，小湿度计一放，在鱼缸上加个盖子，防止蚂蚁逃跑。盖子上有个大的开口，这是蚂蚁进出的唯一方式。天上不小心在开口的边缘涂了特氟龙，蚂蚁爬到这里会被滑倒，摔到底部。盖子上开了很多小孔，方便蚂蚁的通风。这个盖子还起到保湿的作用。好了，生态系统即将完工。接下来我们要添加一些重要的工作人员，那就是跳虫和西瓜虫。它们可以吃掉生态缸里的枯叶和真菌，当然也可能会被蚂蚁吃掉。大部分蚂蚁都可以和跳虫和谐相处的，这种小虫子在雨林缸也很有用，它们很容易繁殖，只需要1个月就可以成为一个庞大的团体。那么终于可以添加我们的主角蚂蚁了。对于这么大的生态蚂蚁缸，那必须得放一些配得上档次的蚂蚁，那就是澳大利亚巨型公牛蚁，它是世界上已知体型最大的蚂蚁。公牛蚁又叫贪食牛蚁或红牛头犬蚁，公蚁可以长到4厘米长，足足有一只蟑螂那么大，以后则更大。天上平时把它们养在青紫砖中，这个青紫砖里就住着40只公蚁，还有很多蚂蚁宝宝，它们从卵变成幼虫，最后化成蛹。把青紫砖放到生态缸里，打开筛子，小蚂蚁们都爬了出来，开始探索这个未知的世界。这比他们的巢穴大了上百倍。为了让他们更快的来到这个新环境，可以帮他们先打个洞，还可以把电源靠近鱼缸。因为蚂蚁喜欢温暖的地方，所以他们会在附近筑巢，这样更方便的观察它们。天上用橡果壳做了一个容器，给蚂蚁提供蜂蜜。好家伙，小蚂蚁闻着味就出来了，一对霸气十足的钳子，2只滴溜溜的大眼睛。没过多久，小蚂蚁们就开始挖巢穴了。就在这个小岩石的下面，大约半天之后，他们完全搬进了新家，没有忘记任何东西。小蚂蚁们忙来忙去，对比一下没放蚂蚁之前，这效率也太高了。不过要放蚂蚁缸成为一个完美的环境，还需要一个以后一直到成熟的蚂蚁群落。天上的大头蚂蚁在这个小的生态缸里已经生活了超过2年了。当以后开始下崽子的时候，蚂蚁们就有了一个繁荣发展的殖民地。这种生态缸有了各种丰富的微生物，维护的成本也大大降低。当然也有缺点，那就是大部分时间都是养了一缸土的状态。如果他们筑巢在内部，根本无法看到他们的活动。观察蚂蚁，学习蚂蚁也可以反过来用在人类身上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么好看好玩的蚂蚁生态缸，你想不想也整一个？好了，本期蚂蚁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2年半前，鸟商决定打造一个低成本的蚂蚁生态缸。我们先来看看这次的主角，那就是蚂蚁。这种蚂蚁叫中华厚结盟蚁，浑身黑黑的，它们专门捕食白蚁，那就叫它小白吧。浑身黑黑的就叫它小黑吧。这种蚂蚁靠在腐烂的树木或石头下筑巢生活，屁屁上有一根像蜜蜂一样的天线，
用来保护自己，体长有5毫米左右。别看它小，被它这一下就会让人印象深刻。鸟商养的这个小群体正在慢慢发展壮大，有了卵，而且慢慢变成幼虫。就是看起来这个小盒子有点简陋，配不上这蚂蚁的档次，而且它们需要用泥土和木屑来打造巢穴，保护幼虫。这把小盒子弄得非常脏乱，不方便观察。今天鸟商就准备给他们打造一个大豪斯。首先花20块钱买一个4、5厘米的小鱼缸，这是玻璃材质，小黑无法爬上光滑的玻璃，即使打开盖子，它们也没法逃跑。准备一些刺玉土和2手的水草泥，找2块隔壁王大爷水草缸不要的沉木，这2块搭配起来还真有那么点意思。小黑们喜欢在潮湿的环境里筑巢，鸟商给他们准备了同样喜欢潮湿的植物，花9块9买了一些苔藓，材料准备好了就开始造景。首先倒入粗颗粒的刺玉土作为最底层的土壤，这种高通透的火山泥有利于保湿和排水。接着倒入水草泥，把它们铺成前低后高有坡度的杆角，然后放沉木，这样看起来像个山洞，方便蚂蚁在内部做窝。基础已经完成了，接下来种植苔藓，轻轻地把苔藓铺在后面，这小缸看起来有那味了。不要浪费，把买来的苔藓全部都装饰进去。老板送的网纹草和蕨类植物也一起搞里头，一个蚂蚁造景缸就完成了，看起来还不错。中间一个洞穴，洞穴上一棵弯曲的大树，大量的绿色苔藓在后面长出来，它看起来像丛林中的洞穴。让我们把蚂蚁转移到这里，卵和幼虫都挪过来。小黑们开始探索这里，突然掉到一个大丛林里，看来他们还是不太适应新的环境。嘴里叼着卵的蚂蚁开始搬家，正试图在这片丛林中找到一个新巢穴，挺有趣的。一些蚂蚁在山洞里想让这个洞穴成为他们的巢穴，所以他们在按计划进行着。很多蚂蚁聚集在后面苔藓茂密的地方，给他们来一次人工降雨。小黑们还在探索着这个鱼缸，鸟商给他们带来了生态缸的小清洁工小跳虫，它很小而且很难看到，这些白色的小虫子在移动，这就是跳虫。它们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土壤中，靠吃霉菌为生。如果你把它放在苔藓缸或者雨林缸里，它会防止发霉，而且它们还是蚂蚁的食物。如果你这样放几只进去，它们就会大量繁殖，也可以给小黑们提供源源不断的食物。1天后，蚂蚁们正在努力工作，洞穴的土壤被挖出来了。小黑们在里面筑巢了吗？为了奖励小黑们，鸟商给他们准备了一只仓鼠最爱吃的面包虫，一扔进去，小黑们就开始攻击了。鸡肉味，嘎嘣脆，面包虫被几只小黑咬住，几乎动弹不得。这样一个低成本的蚂蚁生态缸就完成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么好看好玩的蚂蚁生态缸，你想不想也整一个？好了，本期蚂蚁生态缸的故事就到这里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